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露露。现在是2022年新年了，相信正在看这期视频的你们当中的很多人和我一样有类似的习惯，就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给自己新的一年制定一下新年努力计划。那今天呢，我就想利用自己在财务金融方面的专业优势，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在简单生活当中几个关于存钱理财的小妙招，也欢迎大家和我分享你们的好方法。新的一年，我们一起努力进步。那第一个我觉得很有用，可以帮助我们存钱理财的小方法，就是呢，在每次出门逛街之前，制定一个比较清晰的购买清单。之前我也没有这个习惯，然后我就发现，因为我很喜欢出去逛街，我就经常会买回来一些自己根本不需要，或者说之后很容易被闲置或者浪费的东西。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浪费，现在呢，我也渐渐养成这个习惯，就是每次出门逛街之前，我自己会构想一下短期之内自己真正需要哪些东西，然后把它一一列出来，制定一个比较清晰的购买清单。这样的话呢，我带着目的出去逛街，我的逛街的效率大大提高，而且可以一下子把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买齐买全，避免回到家来发现自己又少买了东西，然后二次购物，甚至又带回来一些之后会被闲置或者浪费的东西。那第二个我觉得也有助于我们存钱理财的小方法，就是停止冲动网购。我自己呢也是一个很喜欢网购的人，我觉得网购真的太方便了，可以直接快递到家，节约了我们很多时间。不过呢，我后来仔细回想一下，我发现一年到头我真的在网购方面花了太多的钱，而且很多时候在网上由于折扣购买的东西都是一些可有可无，或者说之后很容易被闲置浪费的东西。我们一年到头真的受到这些商家的诱惑太多了，像在国内的话，上半年有38妇女节、618活动，下半年的话会有双11、双12，像在北美的话还有黑色星期五、Boxing Day 这些折扣狂欢日。我相信在看这期视频的你们，很多人也会泡在网上，一遍又一遍的刷自己喜欢的商品网站，然后轻轻一点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放到购物车，然后一看包邮到家，直接提交订单付款。这一波操作下来，可能这一天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你一共花了多少钱。所以我现在呢，为了避免自己这种冲动消费，我呢也改变了自己的做法。我现在呢，一般会在这些折扣狂欢日到来之前，就把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放到购物车里，然后等到折扣日当天直接提交订单，然后立即关闭网站，不再继续浏览这些折扣狂欢日的广告信息。这样呢，就避免自己受到那些折扣的诱惑，然后又买一些对自己来说其实可有可无的东西。那第三个我觉得有助于我们存钱理财的小方法，就是把手机当中那些和购物相关的软件设置睡眠时间。我自己呢是从去年开始这么做的，对我来说真的帮助很大。因为我们现在现代人的话，大部分闲暇时间都泡在手机上，我们每天不由自主的就会刷起手机，当然也会自然而然的去浏览那些购物软件，比方讲淘宝、小红书，然后不知不觉就会被那些带货主播洗脑或者种草，激发自己跃跃欲试的购物欲。就和几十年前像我们爷爷奶奶那辈人，他们看电视购物的道理是一样的。如果你每天平均花3到4个小时都放在这些购物相关的软件上，那么你被那些带货主播种草的概率将会大大提高。所以现在为了避免这种影响，我已经把我手机里这些相关的软件全部设置了睡眠时间，保证我自己在白天这些高效率的时间段不去浏览这些软件。这样的话呢，我被这些带货主播种草的概率也大大降低，避免自己的冲动消费。那第四个有助于我们存钱理财的小方法，就是停止或减少囤货。我自己以前也很喜欢囤货，尤其是品牌折扣季，总觉得自己现在囤积的商品都是以后肯定也会用到的东西。不过后来我就发现，其实囤货真的不是一个好习惯，往往在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重复购买一些类似的商品。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有保质期的，就连衣服鞋子很多时候也会很快的过时。其实囤货的结果就是商家利用我们消费者的心理，鼓励我们提前消费的策略。其实当我们真正需要的时候再买，往往更有助于我们形成更加健康的现金流。
那第5个有助于我们存钱理财的小方法，就是降低信用卡额度。很多朋友隔3差5会收到银行的来信，恭喜你，你的信用卡又被升级了，你的信用卡额度又被预批准，提升了多少？这是一个好信号，说明你在银行那里信用记录良好，还款记录良好。但同时，这也是银行变相刺激你多消费的一种潜移默化的手段。在我看来，适当的可以满足自己日常消费水平的信用额度就足够了，不需要过高的信用卡额度。过高的信用卡额度，尤其会让那些消费自控力比较差的朋友形成过度消费，形成巨额账单。尤其当你不能够及时还款的时候，积累的信用卡利息将是非常惊人的。其实信用卡利率是最高的利率一种，差不多年化利率有20%。尤其当你不能够及时还款的时候，利滚利形成的这个利息是非常惊人的。这个利息呢，也是银行收入的一个主要的来源之一。如果在看这期视频的朋友真的短期之内有需要巨大的开支的话，其实建议你们向银行申请个人信贷额度，就是北美这边所说的 line of credit， 它的利率呢要比信用卡利率低很多。这样的话呢，也就算你不能够及时还款，也不会形成这么大的利息负担。那最后一点，我觉得有助于我们存钱理财的小方法，就是月初存钱。就是说，在你月初拿到工资的时候，在银行账户设置自动转账，自动把你一部分收入转入到投资或者理财账户。这样的话呢，就会避免你到月底的时候发现钱都花光了，无钱投资储蓄的一个窘境。同时呢，我也建议大家根据去年的消费情况，预估一下自己今年接下来每个月经常性支出会有多少，这样呢就可以预算出自己每个月大概的结余情况，然后用这个来作为自己自动转账设定的数额，也是相对比较合理的。最后我想说，时间一直都是投资最好的保证，存钱理财也是需要通过时间一点点积累养成习惯的，所以大家呢也不要着急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如果你们也有什么关于这方面好的方法，欢迎大家在屏幕下方给我分享留言。那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